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大年30一早被鞭炮声吵醒，小雨，快起来帮忙！一会儿你大伯、小叔、小姑他们都过来吃午饭，咱们得早点准备。妈妈把一碗鸡蛋面端到我面前。是了，因为奶奶与我们一起生活，每年的年30中午，叔叔大伯们都来我家聚。10年没在家过年了，都快忘记这个传统。你大伯叔叔们听说你在家都要早点过来，说是好多年没见你，很想你呢。奶奶从报纸中抬起头，透过老花镜看了我一眼，看我面上无动于衷，失望的又埋进报纸里。呵呵，想看我感动的眼神。做梦他们会想我，是想看我的笑话吧？毕竟我当时因为那件事辍学逃离家乡，一走就是10年。今日归来，想必他们也不觉得我一个小丫头片子能闯出什么名堂。想听听我这10年在外面悲惨的境遇，给过年增添点乐子吧。门铃一响，我去开门。大伯2只手里分别拎着一箱牛奶和啤酒，大伯娘紧跟其后，裹着貂皮大衣，嘴里直喊冷。两人见我一愣，大伯放下手中的东西，第一个开口：“这是小雨吧？10年未见，长这么大了，真是女大18变。小时候黑瘦瘦的，现在看起来像明星似的。”大伯娘脱下大衣，撇嘴上下打量我几眼：“你说错了，小雨从小就是漂亮，难怪会出那档子事。”说完，他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小雨，你也是。那件事虽然不光彩，但你不能这么多年都不回家，毕竟咱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能看着你成别人的笑柄呢？”我迅速抽回手，不愿理会他的话。大伯、大伯娘，请坐，喝点什么茶？什么都别喝了，你小南姐马上就来了，说给带了一种叫什么来着，开罐就能喝的养生茶，是你姐夫的下属送来的，据说非常珍贵，咱们一会儿都喝那个。奶奶听完笑眯眯的放下手中的水杯：“你看啊，小南才是真孝顺，咱们这第3代里就他最有前途，还找了个好丈夫。”说着，门铃响了起来，小叔、小婶还有堂姐、堂姐夫一起走进屋。本来不宽敞的房间显得更加拥挤。小婶看到地上那些有些陈旧的拖鞋，皱了皱眉，径直走进屋内。见状，小叔立刻跟上来，帮小婶脱下外套，细心地挂起。“小雨啊，能见到你真不容易，年年都听说你要回来，这次终于盼到了。”堂姐朝身后的男人挤挤眼：“这就是我那个堂妹，小雨。”男人穿着整齐，一上来就上下打量我几眼，他的目光有些让人心里不舒服。堂姐走到前面，挡住那男人的视线：“小雨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这春运火车票难买得很，回去找你姐夫，他有办法，一定能给你抢到个下铺。”“我搭车回来的。”我冷淡地回答。“搭的是未婚夫的车，也算是搭车吧？”“哦，也是。你们在外打工，要听老板的话，什么时候能回自己说了不算，这车票就更难买了。”我偷偷看了看厨房里忙碌的父母，心里有些难受，想着要去帮忙。我说：“啊，小雨，还是自己做老板好，挣钱不说，起码自由自在。”我顺着声音看去，小叔正吸溜着热茶，双腿大大张开，肚子隆起高高顶着，脖子上的金链子闪闪发光，和我记忆中的他简直判若两人。高2那年，我代表学校去市里参加演讲比赛，为期3天。当时我暂住在小叔家，那时候小叔娶了小婶，这个富二代还不到3年。在那几天内，
我受到了过去17年从未遇到过的白眼和嘲笑，同时连累了小叔一群穷亲戚，还想来我家蹭吃蹭喝，不照照镜子吗？他那个样子还想参加比赛，我看就是想找借口赖在这儿。别想，告诉你陈刚，我嫁给你可不是给你家帮衬的，你赶紧把这个丫头给我赶走。那时小叔身材瘦削，皮肤白皙，看起来是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带着些许羞涩。我没有给他赶走我的机会，甚至在他来找我之前，我就已经离开了。在比赛现场住了2天，既安心又踏实。对了，小雨，你在哪家公司打工呢？我在 B 市认识几个老板，说不定能帮你找些照顾。小叔若无其事地说道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在一家小型美容公司工作，美容行业，那你会做美甲美睫吧？我这刚过年，单位忙得团团转，一直没顾上打理。哪天你有空帮我弄弄？表姐突然兴趣来了，会做，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接顾客了。我刚开始离开家的时候，打算学一门手艺，确实从美甲美睫开始学起。这2项技艺让我积累了不少客户，也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后来才有了现在的连锁美容院。我从不回避提及这些，凭借自己的手艺谋生是值得骄傲的事。切，不就是想要钱吗？我又没说不给你发钱，看你这小气样，我什么时候欠你过？堂姐满脸不屑，声音提高了许多。呵，什么时候欠过我？陈小南，你欠我的，这辈子都还不清。大伯母半靠在沙发上，手里攥着一把瓜子，咳吐了一地。小雨，你那小公司不如别去了，让你姐夫在家给你找份工作，守着家这么着，总比外头强吧？妈，你别乱给贺明加负担，现在哪个公司不看高学历？小南才高中毕业，贺明能给他安排什么工作？堂姐带着责备说道。姐夫贺明笑着插话，倒也不是没办法，我们公司最近缺个保洁员，不用学历，就怕堂妹自己不愿意去。我心中冷笑，自己在外面拼了10年，有了积蓄，第一时间复读高考，如今本科毕业，工商管理研究生也顺利读完了，现在竟被人推荐去做保洁。大伯娘还没来得及吐皮，半含糊地说：“小雨，别瞧不起保洁，你姐夫那可是大公司，薪水不少，还有保障。外面的公司哪个给你交全5险1金？你大伯娘说的是对的，小雨，过几天你就打电话辞掉现在的工作，去你姐夫的公司做清洁。”奶奶摘下老花镜，把报纸整齐地放到一边，我心里充满无奈。我这个奶奶不仅偏心，还看重钱财，哪一个孩子真心待她，其实她自己都搞不清楚。14年前，小叔准备娶一个市里富裕人家的小婶，正赶上爷爷病重，急需一大笔钱治疗。奶奶毫不犹豫，把多年积攒的钱全部给了小叔当市区房子的首付。大伯娘见状，自然不愿意为爷爷的病拿出1分钱。小姑那时刚毕业没多久，还是我父母，看不下去爷爷那样，拿出多年摆小吃摊辛苦攒下的，原本准备给我上大学用的钱，为爷爷治病。7年前，爷爷去世后，奶奶也病倒了。大伯和大伯娘还记得奶奶把钱给了小叔娶媳妇这事儿，既不出钱也不出力。小叔说自己生意忙，只匆匆打了2万块钱过来。虽然我人在外地，但经常和爸妈通话，听爸妈每日叹息叹气，把准备创业的钱又拿回去，生意计划因此被迫搁浅。直到现在，奶奶整天戴着老花镜，虽然了解天下大事，却分不清
哪个子女会是他未来的依靠？哎呀，这不是小沈的包吗？奢侈品吧，看着好精致。堂姐突然注意到衣架上挂着的包包，激动得满脸笑意，小心翼翼地拿下来，爱不释手。小沈则从进门后就躺在里屋，没有听到堂姐的话，我只好接着说：“这个是我的。”堂姐立刻收起刚才的激动，随意将包包丢到鞋架上，鄙夷地瞥了我一眼，说：“不是我说，陈小雨，包包也要与身份相符。有些人背真正的包也像是假货，你这包仿的再像，背出去不配身份，只会被别人笑话。”小叔躺在阳台上，爷爷以前坐过的躺椅上，咔嚓咔嚓地抽着烟。小姑娘爱慕虚荣，小沈年轻时候也爱买包。你这种包家里一堵墙都是，你喜欢的话，我让他给你送2个去。小叔，我也要一个。堂姐忽然撒娇，年纪不小了，这样叫着让我不禁起了鸡皮疙瘩。送送送，通通送给你们。堂姐又反复翻看包包，仔细端详了好几遍。说实话，你这包仿的挺逼真，这得多少钱？也给我买一个吧。28万8。我表情平静，没有波澜。他脸上立刻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，带着嘲讽的笑：“你疯了吗？陈小雨，装也得讲究点啊！说2800我还可能信，你居然说28万8！别逗了。”包包又被他随手丢到一边。谁说我要把包送人的？小沈理了理头发，懒洋洋地走了出来。阳台上的男人立刻跳起来，迎向他：“没什么，我就是在逗孩子们玩啊。小沈，你快来看，陈小雨买了个假包，还在这儿跟我装呢。”他接过包，仔细地端详了2遍。这是真的啊，是我一直想买但舍不得买的，而且很难买，还得配相应货。小沈抚摸着包，显得爱不释手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有钱买？堂姐仍旧满脸怀疑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别人送的，逛街时我的刷卡额度用完了，是用未婚夫的卡，算是别人送吧。大伯许久才开口，清了清嗓子：“嗨，小姑娘要自重，别拿漂亮当资本。大哥这话没错，女人无论如何也要靠自己，自己赚钱花才踏实。”小沈轻轻地放下包，斜头似有意无意地瞥了我一眼。不是有句话说吗？所有命运给的礼物背后都有标价。大哥说的没错，女人无论如何都得依靠自己，只有花自己挣的钱，才会有真正的底气。小沈轻轻将包放到一旁，侧头似乎无意中扫了我一眼。俗话怎么说来着？命运所赐的所有礼物，其实早已在暗处定了价码。我气得忍不住笑出声。一个包而已，我又不是买不起。旁人言语仿佛我付出了什么沾染色相似的代价。要说付出色相的，非我未婚夫杨巡莫属了。那身胸肌，那翘臀，真叫人羡慕。门铃又一次响了起来，小姑来了。我急忙转移话题，赶紧去开门。哎呀，真是冷透了天！一进门，小姑和小姑父的眼镜上蒙着一层霜，看起来滑稽又可爱。没等他们擦干净，小姑便紧紧抱住我：“小雨，你在外面过得怎么样？小姑真是想念你啊。”回想起过去，小姑的确对我挺好的，我也抱了抱她。我过得挺不错的，小姑。小姑父换鞋走进屋，向大家问好，手放在暖气片上暖着。没想到这陈旧小区里也藏着有钱人，楼下还停着辆迈巴赫呢。是啊，我们刚才也看到，估计是哪家发了财回家探亲。堂姐夫搭话。见状，小姑父坐在姐夫旁边，递上一根烟。
如今像你们这样有能力又念着亲情的人，真不多见了。随即点燃烟头，嘴角带着憨厚的笑。鹤鸣，姑父上回跟你提过调工作那事吧？年轻的男人吸了口烟，缓缓吐出烟雾，摆出一副领导的架势。等到开春，我找个合适的机会，再约几个上层吃饭，提一提这事儿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小姑激动得有些不知所措，拉着堂姐：“小南，你说说，要是真能调过去，那可真是帮了咱们小姑一个大忙。”她又转过头对大伯母一脸调笑：“嫂子，你那杰出的女儿和女婿还没沾上光呢，倒是让我先沾上了，以后你就得当我亲姐姐了。哎，别说什么沾不沾光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提起两家人，就像聊家常一样。开饭啦！”忙活了整个上午，爸妈终于整好了满满一桌美味佳肴。小叔一边拉开窗户，一边大声喊：“果果！”带着弟弟和小侄女赶紧上楼吃饭去。家里的餐桌有限，15口人挤着总是不够，提前准备了那么一张小桌，专门给孩子们用。我非得坐大桌，我也想坐那个大桌子，我也要挤上大桌那一边。爸妈的脸上露出难为情的神色。孩子们就让他们坐大桌，咱们2个坐小桌好了，真是让你们费心了。二哥、二嫂，小沈一脸不好意思地说。想到爸妈在厨房紧张忙碌的样子，我咬紧了牙关，直接提着3个孩子走向小桌那边。孩子们坐小桌，想吃不吃，不吃就去玩自己去吧。3个孩子顿时哭得不可开交。小雨，你这是搞什么名堂？果果他们难得回来一次，就这么随便对待他们？奶奶脸色有些不悦。我把爸妈拉到了大桌边，咱爸妈忙了一整天，怎能让孩子们霸占好位置？小姑父面色不太好看，转身对儿子说：“别哭了。”一个停止了哭，另外2个也跟着住了嘴。果然，闹了这么一出，话题又被拉回了我身上。这一次是小姑父第一个发问：“小南，有没有男朋友了？”我夹起一块鱼，妈妈做的那道椒汁鱼味道极佳，外酥里香，咸鲜可口。有了。做哪行的？堂姐忽然来了兴趣。我低头拨开鱼刺回答：投资公司。哦，那跟你姐夫是同行吧？改天叫他俩一起出来吃饭，让你姐夫指点指点他。我轻轻应了一声，眼神带着明显的讽刺。鹤鸣要给杨巡指点，开什么玩笑？我觉得这男朋友还是得找个底细清楚的，外面那些男人靠不住，看见年轻貌美的姑娘就想玩玩，谁知道人家是不是有家室？大伯母边说边用胳膊肘顶了顶旁边的大伯，大伯正吃得津津有味，嘴里还含着半个鸡腿，模糊地说道：“是啊。我以前的工友有个儿子，学了一门手艺，在我们县城的一个修车铺里工作，为人很老实。改天你们可以去看看。”我妈在旁边小声地说道：“谢谢大哥大嫂的好意。小雨现在有男朋友，就不见面了吧？大嫂，你可别轻视修车的，那人1个月也能挣4、5千，和你们摆小吃摊差不多。”大伯母扬起眉毛，声音提高了几分，就是年纪比小雨大些，但年纪大点儿更懂得疼人啊。小姑咬着筷子，低着头说：“这倒是。文昌比我大几岁，平时对我挺好的。”抬头看向我：“小雨，大伯介绍的也可以考虑一下。”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是杨巡打来的。“你在干什么呢？”“正在吃饭。”“怎么了？”“今天中午不能去拜访叔叔阿姨，我给你们订了几个菜。”挂掉电话后，门铃响了，2个穿着黑色制服的男子
各自提着一个有半人高的餐盒。我心里暗叹，这叫几个菜？爸妈见状，立刻把桌上的盘子收起来。澳龙、帝王蟹、佛跳墙、海鲜粥，大桌小桌堆得满满当当。海巡记啊，是海巡记家的。小叔一脸惊讶，但他们从来不做外卖，而且这个点，堂食也只给3家预订，这种订单都只给有背景的大人物。小雨，你这是朋友家的店铺，我不愿多说，也不想显摆什么。一桌人看着我，半信半疑。坐吧，凉了可不入味。我拉着爸妈坐下，大家愣了片刻，也纷纷跟着坐下吃了起来。堂姐夫妇依旧难以置信，盯着桌上菜肴半天。哈哈，这可不是海巡记家的，这是假货。我去过海巡记，他家的盘子是景德镇定制款，蓝底配红花，这盘子是带金花的。堂姐夫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，脸上满是兴奋的神情。其实这次的盘子是我和杨巡共同设计的，我们觉得蓝底配金花看起来更为奢侈。堂姐仿佛松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原来是假货啊，小南，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明明是一家人，何必装什么阔气？你又不熟悉家里的情况，这次被你姐夫认出来还算幸运，要是被外人看见，多丢脸。”小姑父嘴巴油腻腻地说道：“小南说的没错，几年没见，你这小丫头的虚荣心真是膨胀了不少。我就说，小姑娘不能总跑外头转悠，容易心思变坏，还是待家里好，找个了解家底的人结婚生子，这性格才能安定下来。”大伯娘赶忙转头对我父母说着：“更何况小雨还曾经出了那档子事，你们更得把她留在身边照看，怎么能让她自己出门丢人，丢到家门口？”话到这里，大家都停下了手里的筷子，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我爸脸上带着怒意，正想站起来替我出气，我在桌下拉了拉他，眼神示意他别动。我没事。如果是5年前听到这些话，我一定崩溃。可如今我已经释怀了，不管别人拿这件事来攻击我，我都毫无波澜。更何况这起风波的罪魁祸首就在这饭桌上，却一点愧疚都没有。10年前，那时我高3，堂姐高考第1年没考好，转到我们班来补习。她性格开朗，长相楚楚动人，成了不少男生私下里的暗恋对象。我们同属一家人，而我却像个丑小鸭似的默默跟随在他身边。有一天中午，教室里只剩下我们2人，他让我站在教室外面给他放风，他自己则关上门将，自己锁在了里面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听到里面传出男女嬉笑的声音，才明白他并不是一个人。很快，我听见有学生的轻声笑语逐渐靠近，我急忙敲门，大声警告。堂姐却在这时整理好衣服，头发凌乱地跑了出来。紧接着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堂姐见我沉默，以为我被戳中痛处，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。现在知道怕了，当初做那些丢人事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今天？我放下筷子，纸巾轻轻擦了擦嘴角，目光扫过满桌故作关切的脸，声音平静，却带着千钧之力。当初的事，到底是谁做的？陈小南，你心里比谁都清楚。堂姐的脸色瞬间白了，手里的蟹钱啪嗒掉在桌上。你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自己不知检点，还想赖我？赖你？我冷笑一声。10年前的画面清晰浮现在眼前。那天我敲门警告后，堂姐慌乱跑出来，却故意撞在赶来的同学身上，还扯乱自己的衣领，哭喊小雨逼我做这个。而教室里，
他早就安排好的男生正假装整理衣服，营造出两人私会的假象。后来学校调查，他哭着说是我嫉妒他有人追，故意设计陷害。亲戚们没人信我，连奶奶都指着我的鼻子骂伤风败俗。那天我在门口放风，是你说帮个忙，就一会儿，结果你把张浩藏在教室里，听到同学过来，你故意制造动静，还把责任推给我。我看向脸色惨白的堂姐，张浩去年结婚，婚礼上还跟我道歉，说当年是你拿他妹妹的升学名额威胁他配合，这些你都忘了。堂姐的嘴唇哆嗦着，说不出一句话。大伯娘见状，急忙打圆场，都过去的事了，还提他干嘛？小雨，你也是，怎么总揪着过去不放？不放！我看向大伯娘，当初我被学校劝退，爸妈为了给我转学，到处借钱，你们谁伸过手？大伯娘，你说我丢人，可你儿子结婚时，我爸妈还拿出攒了半年的钱随礼。小叔，你说我爱慕虚荣，可你创业初期资金周转不开，是我爸妈偷偷把养老钱借给你，连借条都没让你写。小叔的脸涨得通红，端起茶杯掩饰慌乱。这时小姑父突然开口，就算过去有误会，也不能耽误正事啊。我那工作调动，你的工作调动。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与杨巡公司人力资源总监的聊天记录，屏幕转向众人。贺明说能帮你调动，是因为他知道杨巡是我未婚夫，想通过你讨好我。不过现在这份调动申请我已经让总监取消了。什么？小姑父猛地站起来，椅子在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响。你说取消就取消？那是贺明好不容易帮我争取的。贺明，我嗤笑一声，他不过是你们公司市场部的小主管，连决策权都没有。真正能决定调动的是杨巡的投资公司。你们公司去年融资，最大的投资方就是杨巡的公司。满桌人都傻了眼。堂姐的姐夫贺明手里的筷子直接掉在地上，脸色从得意转为震惊。你说杨巡是你未婚夫，就是那个投资界的大佬杨巡，不然你以为我能让海巡记专门定制餐具送外卖？我拿起桌上的包，这个包是杨巡送我的生日礼物，他说配我去年拿下的省级美容连锁品牌刚好。对了，我那公司不算大，也就30多家分店，年利润比贺明所在的公司还多2倍。大伯娘的嘴巴张得能塞进鸡蛋，之前鄙夷的眼神变成了讨好。小雨啊，你看你这孩子有这么大本事，怎么不早说？大伯娘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。开玩笑？我看向奶奶，奶奶刚才说让我去做保洁，也是开玩笑吗？奶奶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半天说不出话。小叔急忙打圆场，都是一家人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小雨，你现在出息了，可得多帮帮家里人啊。帮？我想起爸妈为了给爷爷治病，给奶奶养老，一次次牺牲自己的机会。当初我爸妈拿出给我上大学的钱给爷爷治病，你们谁出过1分钱？我妈想创业，钱被奶奶拿去给小叔买房，你们谁替我爸妈说过一句话？小姑拉着我的手，语气急切。小雨，小姑知道错了，你看你姑父那工作取消了就是取消了。我抽回手，机会不是给忘恩负义的人的。还有贺明，你刚才说我们公司缺保洁，其实我们缺的是市场总监，不过以你的能力，连保洁的面试都过不了。贺明的脸白得像纸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这时门铃响了，杨巡提着礼品站在门口，身上的定制西装衬得他气质卓然。
叔叔阿姨，我来晚了。爸妈连忙起身迎接，杨巡自然地走到我身边，手臂轻轻揽住我的腰。刚才听总监说，有个叫陈文昌的调动申请取消了，怎么回事？小姑父见状，急忙凑上前想打招呼，杨巡却没看他，只看着我。要是有人欺负你，不用客气，咱们家不缺这点人脉。满桌人看着杨巡，再看看我，终于明白我不是在吹牛。大伯娘想递水果，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去。堂姐低着头，再也没有之前的得意。奶奶想说什么，张了张嘴，最终还是没出声。我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只有一种释然。10年前我被迫逃离家乡，以为自己是没人要的丑小鸭。10年后我回来，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，而是想告诉爸妈，他们的女儿再也不会任人欺负了。吃饭吧，菜要凉了。我拉着杨巡坐下，给爸妈夹了块奥龙。妈，你最爱吃的，快尝尝。爸妈的眼眶红了，妈妈轻轻拍了拍我的手。好，好。杨巡给我包着下，低声问：还生气吗？我摇摇头，不气了，不值得。满桌的亲戚再也没有之前的热闹，一个个沉默地吃着饭，偶尔抬头看我，眼神里满是复杂。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们再也不敢随便轻视我，更不敢欺负我爸妈。吃完饭后，亲戚们匆匆告辞。小姑父走的时候还想跟杨巡套近乎，被杨巡礼貌地避开了。家里终于安静下来，妈妈拉着我的手：小雨，委屈你了。妈，我不委屈。我抱着妈妈，以后我会保护你们的。杨巡站在一旁，温柔地看着我们。窗外的鞭炮声再次响起，这一次我觉得格外热闹。10年的隐忍与努力，终于让我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，也终于能为爸妈撑起一片天。那些曾经的伤害，都成了成长的勋章，提醒我，只有自己足够强大，才能不被欺负，才能守护想守护的人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